著名智库推演美国军事介入台湾问题，中美或将爆发战争吗？虽然推演是智库工作的正常套路和做法，但是选择在敏感时节进行，并对外公布，那就是炒作，也是恐吓，是骗术，更是博弈。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评估，我是易评估。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美智库推演美军介入台海是炒作，也是恐吓，是骗术，更是博弈。前不久，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附近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家著名智库也在推演美国军事介入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以及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几何。最近，这场推演的初步结果被美国媒体曝光了，当然了，具体细节和最终结果还要等到12月份才能公布。这场非官方的推演是在美国白宫附近的办公楼进行的，而推演的人员有美国退役将军、海军现役军官和五角大楼的战略专家以及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可以说众多美国精英齐聚一堂，也算得上半官方的推演了。因为这些精英人士大多都和美国军方有关，又或者和美国白宫有关，就是说这次的推演跟美国政府有很深的关联，甚至有可能就是美国政府授意或者委托进行的。截至目前，推演共计进行了22轮，得出了一个很乐观的初步结果，那就是假如解放军对台实施军事行动，也就是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即使军事介入，那么在大多数的场景中，台湾地区都能击退解放军的进攻。当然了，这家美国智库也坦诚，一旦局势变成这个样子，台湾地区的基础设施、经济社会以及美军太平洋部队都将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大家知道，没有前提的命题无解，会有无穷解。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肯定跟它的前提密切相关。第一，假设的前提是美军动用武力强硬介入；第二，日本给予美国大力帮助，来自出动水面舰队；第三，鉴于中国导弹威力大且库存多，水面舰队人数不大，美军会出动更多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潜艇或轰炸机；第四，为了给岛内台军争取优势，首先打掉解放军的海军舰队，尤其是2栖舰艇部队，限制解放军的登岛兵力，形成拉锯战，如此等等。基于这些前提，在迄今为止的22轮推演中，解放军的导弹可以击沉大部分美军和日本的水面舰队，可以摧毁大约900架战机。同时，美军及其盟军可以在空中和海上利用轰炸机和潜艇打击解放军的2栖部队和水面舰队，最终能够击沉大约150艘舰船。简言之，就是美军不要命的参战，日本无所顾忌的作战，使用大量的飞机、军舰，采取以命换命的方式干掉我军一大半的海军力量，从而让台军获得地面战场的些许优势。这里有3个问题：其一，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有勇气逆历史潮流而动，让几万乃至10几万美国大兵用以命换命的方式与正义的一方世界第2军事强国开战？其二，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美国政府凭什么就认为或者有什么能力使得如此规模的战争不会失控，不会升级为世界大战乃至核战争呢？其三，美国民众真的愿意牺牲本国利益和身家性命，义无反顾地为台独勋章吗？明眼人都知道，答案都是否定的。就在前不久，美国总统拜登出访日本，当着众多记者的面，他很冷静也很清醒地说出保护台湾的言论。话音刚落，美国防长就赶快站出来否认。实际上，美国智库、美国媒体乃至美国政府都非常清楚，这种把戏只是口嗨，是骗术，也是博弈的手段。说它是骗术，那是因为解放军在台岛附近举行大规模军演，把台湾围得水泄不通，岛内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很担心爆发战争，所以美国要骗他们，给他们以信心。说它是博弈手段，那是因为国际关系学说中有一个重要理论，叫做威慑理论。美国的做法就是如此，用武力威慑的方式
逼对方不要乱动，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美国绝对不愿出兵，于是就变着法子隔空喊话了。好，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